各位滚滚职工，大家好，欢迎收看《滚滚职工》，拉近你与300分的距离。现在外面有疫情，在家里面呢有灾情。什么灾情？就是保龄球就这么裂掉了。我心爱的保龄球，价值9000块的保龄球就这么裂掉了。这一颗也裂掉了，怎么办？裂掉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它裂多少。这个黄翡切开没那么黄啊，裂有点多，但是还是能做货的。以我这颗球来讲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它只有这边裂掉，就是 bridge 的部分。bridge 就是2个指孔中间的那个桥，然后我都戏称它为鼻梁。鼻梁可能被打断的时候呢，这时候其实是好处理的啦，因为鼻梁都比较细嘛，所以如果透过撞击什么的，它就会容易断。断的话，就把这些球都挖开，重新把它补过就好了。那一开始鼻梁断的时候，我没有去理它，所以造成了它一个压力释放的点，所以就从鼻梁的这个地方裂开了。那另外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洞口的附近如果就撞到这边，它裂掉了。裂掉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形成一些龟裂，那它也容易裂。最惨的就是像这种已经开始整条裂了，这时候呢，它就成为一个纪念品了。所以当你发觉你的保龄球有一些裂的时候，可能是 bridge， 可能是球洞周围，或者是小小的时候呢，你该怎么办？你该赶快找专业的保龄球的钻孔师，想办法来去救你的球。如果你不救的话，它其实会随着时间就越裂越大，越裂越长，然后就没救了。那至于保龄球为什么会裂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保龄球的制成。保龄球呢，其实是会先做好里面这个 cone 的地方，那之后呢，会从 pin 的这个地方去固定它，然后外面再加个模具，再去把它灌浆，完成一颗保龄球。在灌浆的过程当中呢，它等于是要让它整个密合，所以那些浆加进来的时候，它会慢慢的硬化固定。那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是有加压的，加压之后呢，才会让这些不一样的材质稳定的形成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保龄球。那为什么会裂开呢？无外乎就是温度啦、湿度等因素造成的。那温度是为什么呢？其实很好理解既然它是不一样材质组成的，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它可能就会让它不一样材质会有不一样的膨胀系数，大大小小，久了它的这个球皮跟球心就会分离开，就是我们说的离心。当这些离心产生，或者说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球开始有产生裂痕，那这个裂痕可能就会整个开始去释放掉。譬如说像我这颗球，最早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小小的伤痕，那时候我也没有去理它。结果就从这个小小的伤痕开始裂，就往两边开始裂。如果我当时看到这个小裂痕，我及时的把它处理掉，那这颗球可能可以再多用久一点点。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湿度造成根据 Ronald Hicklen Jr. 的影片里面有提到，他说不能太干。他是用海绵来譬喻保龄球的，因为保龄球的表皮呢，其实就跟海绵很像，它有很多的毛孔去做球道有的吸附以及锯齿来形成球道上面的抓地力。海绵的特质呢，就是它在湿润的时候是富有弹性的，但随着它失去水分之后呢，它可能会硬化，硬化之后就会变脆，变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材质的性质就会被改变。那当它变成脆脆的时候呢，可能一敲就会坏掉。这是他提出来，如果让球在太干的情况下，可能会对保龄球造成的影响因为他是在美国去拍这个影片的嘛，不过在台湾应该不会有太干的这个问题。那如果太干不行的话，湿一点是不是可以？反正台湾都那么湿我之前也有很多人说，把球存放在厕所里面也裂得很严重所以不代表湿是 OK 的。好，湿真的不 OK。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有残油也是绝对不 OK 的，因为保龄球的材质，它就真的有点像海绵，所以它在我们打球的过程当中，会把球道的油吸附在球的表皮上面，之后它会吸进去，所以即便你不打，也许那个油就会从里面浮出来。那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球保持着一样好的性能，
我们就要在每一球打球的间隔把球擦干净，打完球呢，把它保养好之后再把它收起来。如果你不把残油擦掉，会怎么样？会长香菇。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哦，我真的有看过有一些球友的球，他球打完就不擦的，他就放在球袋里面，他可能有一阵子没有出来打球。那可能像现在疫情期间，1个月、2个月没打之后呢，他把球袋打开来，它真的长出那个香菇啊！所以球像海绵一样的话，你总不可能把一个很好的海绵吸了一堆脏水之后不把它挤掉吧？那样这块海绵很快就会报销啦。所以把残油去除干净，真的是爱洗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以我的经验来讲，有残油以及有太多的湿气都是不行的。有时候像我们用这个球盘啊去放保龄球，它如果这个下面有一些积水，上面是没有的，你放久之后，你就会发觉球拿起来，下面一圈是颜色比较深的，然后上面是另外一个颜色，它就是那些水汽会吸到球里面，那个球就变质了。基本上变质的球，我们用抛光磨球的方法是没有办法把这颗球救回来的，所以你的存放会决定这颗球它的使用寿命到底有多长。介绍完保龄球可能会裂的原因之后呢，观众朋友们要不要来猜一下，那什么地方是最不适合来存放保龄球的呢？嘿嘿，猜对啦，就是后车厢没有错。因为后车厢呢，它的温差会非常的大。当你坐在车子里面吹冷气的时候，可能只有20度上下。那当你停好车下车的时候呢，如果在室外，外面的太阳那么大，而车子里面又是密闭空间，所以车内的室内温度可能就会高达40多度，温差有20多度。那对于保龄球的材质来讲，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了。如果你是开车去打保龄球的，又习惯把球放在后车厢里不拿下来，那恭喜你，很快就可以买新球咯，因为你的旧的球很快就会坏掉咯。那至于保龄球究竟要怎么样保存比较不容易裂呢？根据 Ronald Hickeren Jr. 给我们的建议，他就是讲说，我们最好把球装在一个塑胶袋里面，好处呢就是减少它这些制成里面的添加剂挥发。那它挥发的比较慢的时候，这个球的存放可能就会比较久。第二呢，就是像现在有光啦，光对于这些材质来讲，可能都会有一些化学变化，会让这个球的衰化速度会变快，所以他建议的方法就是把球装在塑胶袋里面，再找个布把球给盖起来，让它是不透光的。他说虽然这个方法很丑，但是很管用。我们保龄球的原箱呢，也就是这样。这是不是说明了保龄球的存放就应该是这样啊？这个是我收藏的新球，新球就是会放在盒子里面。有一个袋子装好，箱子装着不透光，这样就是一个存放保龄球好的方法。新的呢，没有开过的呢，新的球裂开了。新的呢，裂开了啦，看起来就是从字的这个地方开始裂的。Motif 的球啊，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是用刻痕进去的，它是把它的 logo 嵌进去的。但嵌进去的这个地方呢，往往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裂。它只要这边有一点点分离，可能就会让它进行压力释放。这颗裂了，很可惜啊。然后这花色也这么漂亮。但是呢，其实没有我这2颗裂的难过，不是因为我这2颗打久了有感情，而是因为啊，保龄球其实它是有1年的保固的，通常保龄球会有1年的保固。那我这一颗呢是在台湾正规渠道买的啦，所以我就去联络我当时买球的厂商，请他帮我联系原厂，再帮我换1颗就可以了。现在有很多的球友呢，都会自己去国外海淘保龄球回来，因为国外的网站啊，有时候一些优惠力度很大，那买回来就可以买到比国内便宜很多的价格。但是，千万不要遇到像我这样的情形，因为如果这颗球裂掉，要自己
把它寄到国外去换货的话，那就很惨了。因为买保龄球最贵的就是运费啦，所以有时候在国内买稍微贵一点点，至少比较安心啦。以上分享了保龄球可能会裂的原因，但是呢，我不保证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也不是科学家啦。这些就是从网络上收集到的一些信息。我自己呢买了很多保龄球，也收藏了很多的保龄球，不免还是裂掉了这么多保龄球。所以你说我怎么样去告诉你们一个比较好的存放方式呢？其实很难，就是按照我们刚刚所理解的自己去猜、自己去判断。那我自己是有推荐一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保龄球馆的球柜。虽然球柜是需要费用的，不过保龄球放在保龄球柜里面呢，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先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比较正规的球馆，它会做2项指数的控制，当然就是温湿度的管理啦。所以如果你打球的那间球馆，它的品质，球道品质是不错的，那你把球放在那个地方，那就2个好处啦。当然就是环境比较稳定嘛。第二个就是随时经过想打就可以打。我虽然家里很多球，但是很多球馆也都有我的球柜，我都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个神经病。好，那至于保龄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球比较容易裂？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跟年份有关。在2009年上下的球，我几乎一颗不剩。那个时代还是我买球买蛮凶的时代，但是几乎一颗都不剩。那我们上次在跟小师哥、小师汽车合作打100支球评的那一集的时候呢，其实我也顺便赏了一下车，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车子里面啊，那些塑胶板都有裂痕，我就问了一下小师哥，我说这台车是比较没有顾好吗？这样是室外车吗？他说不是，他说车子啊，大概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塑料是采用环保材质的，所以那个年代的车，不论什么品牌、大小品牌，它都还蛮容易在这些塑胶件上面会裂的。我心里在想，该不会保龄球在那几年的材质，也就是用了什么样的材质，它是蛮容易裂的。所以09年的球上下的球，其实我真的裂很多。那反而我很多2003年、04年、05年的球都打得还不错，打到现在都还打得很开心，都没有裂。第二呢，就是有一些网友有反映说，感觉重球比较容易裂。那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啦，重球的构造会比轻球复杂一点嘛，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加重片的形状，通常是重球会更多层，轻球可能就是里面就是石膏，或者说里面有一个加重块或一个简易的球芯。所以按照球芯的构造来讲，轻球呢比重球相对比较不会裂，但是没有保证不会裂哦。再来呢，就是是不是越贵越高级的球品质越好越不容易裂呢？这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都是顶级球啊，不是就裂了吗？那其实就是按照那个海绵的理论啊，其实越高级的球，它的那种吸附力越强，所以它其实是越容易裂的。反而是那些有力性的球啊，还是破力的球，那种硬度比较高的球，它就比较不容易裂。关于保龄球会不会裂呢？还有一个都市传说，也就是有在打的球不会裂，没在打的球才会裂。这个我很认同我发觉有在打的球真的不太会裂，会裂的球往往好像都是这阵子没打了放着，然后它就裂掉了。有在打是不是有压力释放？就像我们现在没有保龄球打，我们压力很大；有保龄球打，压力释放，它就不会裂啦。很神奇吧？也许就是这样。既然保龄球可能会裂，那还买吗？买，哪次不买？我已经买到工作室都是球了，客厅也都是球了，我房间里面还藏了好多新球。但就喜欢嘛，就把它收集起来。我觉得打球呢，就跟人生很像，就是珍惜眼前。很多的职业选手都讲过一句话，就是他每一场比赛都当作他的最后一场在打，每投一颗球都当作自己的最后一颗球在投。如果都能够做好了，我随时这一球裂开不打，我都觉得这颗球的生涯跟我的运动是紧密贴合在一起，就是无怨无悔的一种体育精神。那希望呢，分享这种我们运动的心法，也可以让大家在疫情之后
更珍惜每一次回到球道上面，享受保龄球快感的那种滋味啦。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期见，拜拜！订阅，按赞，留言，不要裂。以这颗球来讲，我是可以把它补起来的，因为它裂的没有很大，它的那个圆弧应该是没有影响到让这颗球不能打，所以花点时间我还是可以去做的。如果说像这个现在凹痕这么大的时候啊，你们用快杆补得起来吗？那另外呢，你用补球剂能不能直接补起来了？小的缝隙啊，你要用补球剂的时候，补球剂大多台湾的都是3:1的补剂。